这个房子哪都好，就是电费高的受不了。房主才住了2年就把房子给卖了。这是新老房东在交接，每个月用电800多度，看一下都是什么电器在用电。卫生间热水器一个，每个房间还有空调挂机一个，客厅立式空调一个，然后阳台洗衣机一个。那么每个月800多度电是怎么出来的呢？配电箱在哪儿呀？我再看一下。我不知道，它是配电箱在门口在这个画后边呀。你让他看那个电表。我得看一下这个用电。行，你看一下。一个月800多度不是？他一个月450块钱。800多度。 800多度，你想想你家庭用电怎么可能，是吧？家庭用电800多度太多了。太多了，你就是我看了呀，我看了一下你们的电器，也不是说，空调一直开吗？不，它每个月都是，那怎么可能每天开空调？这冬天你还有暖气，现在是暖气的。他冬天都不开空调。对呀。师傅，他是在平台上找的吗？对呀。我可以加您微信吗？可以呀。我是干中介在了，到时候。您是干啥的？中介。中介。到时候有客户我就给你介绍就行了。行。因为有时候我们渠道还真少。不是渠道少，是要找个放心的师傅少。对，这个是真的。零线1.2啊。火线1.2啊。充值的，可以吧？自动用电正常呀。你充完以后自动充。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？这电都好。就是你们平时的用电习惯，是什么都开着。对，不管。灯都开着。灯也基本上都开着。灯基本上24小时开着。这种夜的不开，白天都开。白天都开，夜了不开。浴霸呢？浴霸是什么时候开？浴霸用的时候开。用的时候开。热水器常开。常开，热水器不关。洗澡有没有什么习惯？一天一洗还是？一天2洗就差不多。五个人。5个人1天2洗。对。然后这个风暖一直在开着，也不关。风暖一直在开着，热水器5个人1天洗2次澡。对。我瞬间明白了，原来的房主他们家1天洗2次澡，就是早晨1次，晚上1次，然后5个人，这就是用电多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洗澡多了。没想到吧？就是1个人你洗1次就打2度电算，就洗1次澡你就照2度电算就行。像这种热水器，热水用完了它会烧，烧了再用，用了再烧，只要是用热水它就耗电。还有厨房洗菜、刷碗、洗手等等都用这个热水，所以它就用电多，电费高。这就是每个月用电800多度的原因。那如果怀疑电表不好，或者是有偷电的，可以打开电表箱看一下，用钳表来掐这根火线，电流很小，一安多一点，和这家里配电箱掐的差不多，所以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。怀疑有漏电的地方，可以测一下漏电，每一路对地线它都是不漏电的，所以他们家的电路是没问题的，都正常。好了，这样双方合同签字，按手印，这样我也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个吊梯只能上不能下，也就是说现在只能上升不能下降。是个什么吊梯呢？是个吊笼，现在升到顶了，下不来。去2楼看一下，就这2层，从1楼往2楼吊东西用。看一下到2楼没有停，这是顶到头了限位开关没起作用，这个限位开关没顶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看一下控制箱，他们说因为有个接触器一直吸合，那就是它吸合没弹出来。那这还通着电呢，通着电它是不是一直往上升呢？这个接触器现在没吸到底，应该是没弹出来。这2个接触器应该是一个下一个上，它们是互锁的。再仔细看它这个主线和控制线没看懂，这2个接触器是互锁的，刚才说了，就是我吸合不弹出来你就吸合不了。
拉掉电闸，电比测量，电闸下边没有电。测变压器，变压器带电，总闸拉了变压器怎么还带电呢？输入380伏，输出36伏。测一下输入端，380伏，输入端是带电的。我总闸都拉了，它变压器怎么还带电呢？控制回路还带电。看一下，变压器的电路是从闸上面接的，是不受这个电闸的控制，所以这个控制回路一直有电，所以这个接触器会一直吸合，是因为这个轿厢没碰到限位开关，手动顶一下，这个接触器就弹出来了。其实他们今天叫我来是换这个接触器的，拉了总闸，接触器也是吸合的，以为是接触器不好。现在按下降，绿色这是往下走，看接触器吸不吸合。下降的接触器吸合，就是右边这个接触器吸合。然后按红色的停止，下降的接触器弹开。控制电路没问题，那就送上电试一下。现场有个制冷空压机在启动，所以声音很吵。现在试的往下降没问题。上面是这种，按停止，然后下去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个限位开关好不好。电梯落到底儿，然后电机也停止了。如果下边没碰到限位开关，它这个接触器就会一直吸合，是吸合的。感觉没起作用，限位开关没起作用。开始用这个棍儿往下按形成开关好使，但是让它自己下落就不好使。下降的接触器没弹开，手动停止以后，看看上升。上升这个限位开关好使，上限位开关得往外调一调。这个开关往外调那么多，再看一下能不能碰到。随时准备停止，别冲过了。好使，行。这个吊笼这个面和地面是平的，这就真好。反复试了很多次，都很好。这个位置和地面都是平的。好了，上升搞定了，去搞下降。它这个应该加门禁开关，就是让它开着门就工作不了，那样比较安全。看一下这个限位开关，上面是拉闸断电的。一看这个限位开关，这是坏了不是1天2天了。也就是说，它们上升和下降全是靠手动，上下的限位开关不知道要坏多长时间了。这个限位开关得换，里面的声音不清脆，有的时候就没有，就是触点接触的声音都没有。就买了一个新的行程开关，把它换掉。这个新的开关听着声音很干脆。他们之前是每次都摁这个，一天摁不知道多少遍这个。这个给你自动了，到底它自己就停了，以前是手动停。把限位的开关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。现在落到底与地面有很小的一个缝隙，调了几次，想让这个吊笼落到地面上以后正好碰上限位开关，但是都没调好，始终与地面有一个缝隙，所以我往下边放了一些纸壳，看一下效果。这样刚刚好，落到底以后又碰到了限位开关，碰不到限位开关按上升是不好使的，现在是好使的。
这样就实现了它的自动控制。另外再看一下这个接触器，上升的这个接触器，我打开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它有时候弹不出来。来看一下它里边线圈成这个样了，然后里面都掉出了很多渣渣，所以说这个接触器一直处于吸合的状态，也会发热。换了一个新的接触器，您说它这一个一直处于吸合的状态，为什么电机不转呢？电机这3根线没接交流接触器，接的是这个空开下边，就是送上电它就有电。那这2个接触器是控制什么的呢？我在想这个电机里边是不是带离合器或者是刹车线圈，就是吊笼顶到头或者是落到底，它就自动停止，应该有线为保护。我是第一次见这种电机，刚才那2个上下限位开关都坏了的情况下，它能上下自动停止，所以我也没搞懂是什么原理。见的很多的就是那种钢丝绳拉的，像这种链扣还是第一次见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指点。好了，我的检修先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